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也引发该国外交官们的不满。去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西·保罗宣布，因不满美国总统拜登加大援助以色列而辞职。他当时悲观地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是在呼唤战争。1个月后，由于外交系统内部分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迫给国务院工作人员发电子邮件作出说明。美国国际开发署数百名工作人员还签署了一封呼吁巴以停火的公开信，但美国政府仍然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迄今为止，已经提供了近300亿美元的援助，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以色列不利的停火决议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26号宣布，预计下周1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有望实现停火。观察指出，这是对布什内尔自焚抗议事件的间接回应。但拜登的用词相当模糊，他在当晚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停火换人质的协议只是似乎达成。巴以双方代表都参加了所谓的近距离间接会谈，即分别与调解者在同一座城市会面。美媒指出，这已经是冲突以来双方谈判代表距离最接近的一次。但作为调停方的卡塔尔承认还有巨大变数。此前1月底，美国中情局牵头在巴黎举行的和谈，由埃及和卡塔尔代理哈马斯，但这场谈判并不顺利。2月初，以色列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为期4个半月的停火计划。虽然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最后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现在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谈判已经是就临时停火的细节在谈判。但是美国现在率先来宣布这个消息，并且美国表现的比哈马斯和以色列更乐观更积极。实际上美国是有自己的考虑的，美国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美国自己的内外的压力。美国国内的压力是现在美国国内民主党内部对拜登政策越来越不满了，实际上是再度给以色列在施加压力。外界注意到，加沙地带受到以方持续近5个月的军事袭击，或正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政府总理阿什提耶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布，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内阁成员已提出辞职。外界认为，他的辞职或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有意组建一个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团结起来的新政府。另据美联社披露，接替他的人是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穆斯塔法。此人被认为是亲以色列和美国的代表人物，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因此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时局微妙之际，俄罗斯宣布将于29号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会谈，为期2到3天。阿什提耶此前也在慕安会上透露了相关消息，并表示代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做好准备，与管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进行接触。他强调，巴勒斯坦人需要团结。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主席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时隔多年，双方再次在莫斯科进行接触，讨论组建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加沙地带重建问题。外界认为，如果讨论能涉及独立建国方案，将有助落实2国方案，达成持久和平。但目前来看，时机尚未成熟。首先必须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就2国方案进行谈判。现在以色列方面是至少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是明确的反对2国方案，并且现在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加沙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那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不能回到加沙？那么哈马斯未来的加沙还会不会存在下去？这些都是很不确定的问题。所以现在实际离实现2国方案还很远。据台湾媒体报道，2月27号，台湾首艘自造柴电潜艇海鲲号进行了下水测试，在场的岛内媒体大呼“终于浮起来了”。但对于这些炒作，分析指这只是潜艇测试的第一步，海鲲号后续还将面临重重考验，而其核心设备从多国采购，使得台湾所谓的潜艇自造成为了一个笑话。海鲲号于26号下午出厂，从台船海昌厂内用多轮板车移至到中信8号浮动船坞。在此之前，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中信8号浮坞，从25号起已经在海昌厂外待命。高雄港务局自26号16时起开始管制海昌厂周边港区水道及陆域，执行管制的警方并未干涉在周边陆域拍摄的媒体。尽管现场有层层铁质施工梯阻隔，但在场媒体仍然拍摄了不少海鲲号的细节。
海鲲号采用了瑞典西约特兰级、哥特兰级类似的 X 型纬度，有明显的镰刀式7叶大侧斜螺旋桨。根据台媒拍摄的图片，海鲲号舰尾是朝外的方向缓慢从海昌场拖出。有报道称，这项移置作业为求精准将海鲲号移至到浮屋，必须缓慢进行，一直持续到27号清晨。一切稳定就绪后，浮屋再移动到几十米外台船的干船坞。27号早上8点多，海鲲号抵达干船坞后，浮屋立刻进行注水。海鲲号在浮屋下沉后，缓缓利用自身浮力浮在水上，终于达成了所谓的正式下水。在场台媒连连惊呼：“浮起来了！”去年9月28号，海鲲号首次亮相并举行所谓预下水仪式，由蔡英文主持，但该艇的声呐、鱼雷发射管等重要部位均因保密原因被装饰覆盖。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时号称是下水，但潜艇仅仅是蜻蜓点水一般接触了一下水，被岛内网友群嘲为政治下水。海鲲号现在下水是因为这艘艇直到现在才真正具备下水条件嘛，也就是下水前应该装的设备和子系统呢，大致都装上了。但是呢，从特写照片也可以看出，海鲲号的建造工艺呢很糙，侧舷阵声呐罩呢和艇体贴合呢也不紧密，由此呢可以判断出台湾地区造潜艇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这艘艇的性能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民进党蔡英文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怀着以武谋独的险恶用心，启动所谓潜舰自造计划，总投资4000亿新台币，期望第一阶段至2019年完成设计，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形成战力。但该计划自启动以来屡屡受挫，先是与荷兰洽谈潜艇外壳专利碰壁，打算向日本购买封存潜艇又没了下文，还被爆出技术顾问是家位于直布罗陀的皮包公司，疑似与拉法叶军购贪污案有联系。根据岛内媒体的报道，台湾自制潜艇由台船负责总体建造，所需关键技术则被列为绿区、黄区、红区3项，其中绿区为台湾可以自行生产的设备，而黄区为自制比较困难的设备，红区则是没有研制能力，需要外援才能获得的设备，包括潜艇的作战指挥系统、声呐外罩、潜望镜、柴油机、鱼雷、导弹等，也就是几乎全部关键系统。换句话说，这艘台湾自制潜艇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外部，它们之间是否匹配，能否有效运作，一切都是未知数。再加上台湾从来没有建造潜艇的经验，近年来围绕这艘潜艇的争议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台湾地区根本没有设计现代化潜艇的能力，关键的设备和子系统呢更无力自行解决。所以台湾地区所谓的自造潜艇，实际上是外部主导设计，作战指挥系统、声呐系统、潜望镜、柴油发动机、鱼雷、导弹等关键设备和子系统也都由外部提供。台湾地区呢只是造个艇壳，就这也离不开外部的技术支持。但是呢，由于来源太杂，所以台湾地区的所谓自造潜艇先天就存在兼容性差的问题，不仅影响性能，而且对未来服役后的持续使用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分析指，这次海鲲号终于下水并浮了起来，这只是潜艇测试的第一步，后续还将面临多重考验。例如，下一步海鲲号将进入干船坞坐蹲，也就是待它在干船坞就位后，将干船坞内的水全数排出，确保潜艇固定在坞墩上，以准备进行后续安装。问题是，对于台船来说，坐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2022年，台湾自制1000吨级巡逻舰在坐蹲过程中3次因为舰体碰触边墩后严重倾斜，甚至导致螺旋叶受损。事实上，就算海鲲号完成基本的海上测试，它的真实作战性能仍远远无法得到保证。由于该潜艇的主要设备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厂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匹配试验，台船方面也没有相关经验。想要将这些复杂设备整合到一起，发挥预期中的作用，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况且，蔡英文当局为了在下台前最后再捞一把所谓政绩，不负责任地推进潜艇的测试进程。潜艇未经充分测试，一旦出事，关系到的可就是数十名台军官兵的性命。